什么？我是苹果店。那我们已经很久没有来录这个 podcast 的内容，那现在刚好有新产品推出来，那我觉得我们频道本来就是比较产品导向性的，那当然也是有新产品推出来的时候来录这一类 podcast 的内容跟大家讨论。昨天呢，三星发表了他们 S23，就是全系列的旗舰机种嘛。那当然我们先前也知道他们会在今天发表，他们先前就有发布，然后大概它的里面规格先前也有一些爆料流出来。好，那我觉得当然看到规格是一回事，那你实际有上手操作，或是去看它一些可能强调的规格在实际应用上是不是真的有一些体验上的改变，这个又是另一回事哈。那我觉得就因为我们昨天上那支影片，就大概懒人包跟大家分享一下，不管是发表会的内容啊，或是 S23的这些规格上手的感觉。那很多观众也回了很多我觉得蛮好的留言，那我觉得这边可以来大家一起来讨论这个部分。首先我们先讲到这些规格的进步。那先前爆料就有说它的主镜头会使用到这个2亿画素的感光元件。那其实这每一次也不是说这一次，就是说每一次，就像这些 Android 厂商。他们很多在这些新的规格上面进步的速度幅度比较大比较快，那这当然很多原因，可能他们本身竞争就比较大，或在这个 Android 这个圈里面，他们各家厂商要去竞争的时候，本身就要去拿出一些端出一些不一样的比较好的规格去吸引大家去买他们的新机型。那某一方面呢，也是在跟 iOS 或是 iPhone 苹果阵营去竞争，说怎么样可以超越他们，吸引更多人从 iOS 阵营转过来。这个几年下来，我觉得我们可以来讨论一下，就是说当年我们以前在讲 Android 跟 iPhone 比较早期的时候，可能 iPhone 3、4、5、6，可能大概那种时候，那当年可能苹果处理器自己还没有很成熟的时候，那可能在这些处理器的规格 Android 还是比较好，可能里面不管是放记忆体啊，或者这些跑分什么，那可是当年我们可能果粉比较能自豪的就是说，虽然跑分赢不了你，可是实际使用上的这些体验啊、顺畅度啊，那或者是这个相机拍出来的照片是比较好。慢慢的，现在其实我记得大概 iPhone 6、iPhone 7的时候，苹果的相机规格就，我不讲规格，应该讲说拍出来的照片，实际上拍出来的照片就已经慢慢被超车了。那这个很多方面可能也是从这个演算法摄影这边开始后，那当然有更大的数据量。那像 Google 他们在这方面投入了非常多的心血，演算法的拍照也让他们的可以不用非常好的相机规格就拍出一个大家都比较喜欢的照片，那只能这样讲。那上次那个投票影片我们有讲过，就是在盲测的时候 ，iPhone 就是基本上都是就是中间或者是向后面垫底。我讲的是说大家就是以整个数据量去统整的话，好，那这个部分我们大概可以讲说，在拍照的部分，其实 iPhone 已经被超车。有一阵子了那可能也说，你可以说是大众的偏好，比较不喜欢这种偏真实的照片，或者说他们就喜欢比较有处理过的照片。那不管原因是什么，那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的结果。但现在在处理器，到后来变处理器嘛，苹果自家处理器越来越强然后加上我觉得其实很大的因素是这个台积电的代工，让他们处理器的表现这么稳定这么好。那这个部分其实到底先前是因为苹果晶片设计能力强呢，还是台积电它的代工很稳定，让它的晶片生产出来的表现效能非常的稳定？我觉得可能两者都有。那现在我们看到，好，那苹果当初我们可能大家说，你的规格跟不上，萤幕规格跟不上，相机规格跟不上，然后可能慢慢的使用者体验啊什么也慢慢已经被追平的情况下，我们至少果粉还会说，我们至少还有处理器超强，我们处理器跑分都赢你们。那现在看到说，高通现在这个新的版本旗舰处理器来讲的话，也是追上来，那就看到说，现在高通这个处理器给台积电去代工之后，它的表现也是非常非常的好。当然跟 A15、A16 比的话，你可能看综合跑分的话，这个高通的是比较好，那个可能里面有一些细节的差距可能 CPU 谁比较好一点 ，GPU 谁比较好一点，可是这个基本上算是非常接近或者打平。那有些人的看法可能会说，这可能是超越了。那现在到了这个阶段那苹果处理器也被超越，那我们相机上的规格也没有赢看数字的规格这个使用相机的模组这些没有赢，实际拍出来的照片也没有赢。那先前自豪的这个处理器的速度，这个跑分部分现在也被追赶。当然了，苹果还有所谓这个生态链的整合嘛，可是这部分比较针对可能像
很多人就像我们这种电脑也用苹果，然后耳机用苹果，手表用苹果，什么，就你身边使用的苹果产品非常多，你才会比较在意这一块。可是对很多人而言，可能手机就是他们唯一的电子装置，或是唯一在意的电子装置，他们也没有太多的去投资在电脑或其他上面。那这种情况下，单看手机的话，其实，好像这个所谓的优势是不是真的是一个很大可以帮助很多人使用 iPhone 的这个部分？我觉得可能就慢慢来看一下市场怎么反应。那我们来看这一次这个三星的规格，我们刚就讲这个2亿画素的这个主镜头嘛。那当然那个 Android 的市场很多人都有一来一去啊。我们常常先前在这个可能同温层里面，苹果同温层里面就会讲到说，这个规格没有用啊，只是数字啊，为什么要一直看规格啊？我们从历史看来很多年以来大家都是用这种反应。比如说萤幕好了，你不用水显萤幕啊，干嘛要水显萤幕？你又很耗电，又什么？可是现在苹果也出了水显萤幕，那你会不会觉得其实很好用？其实很多方面使用上来是真的有它的便利性。好，那你没有用水显萤幕，那我们就讲这个相机的画素。那先前可能别人已经到4-5千万画素的时候，苹果还在1200万画素，非常多年的时候，有人说这个画素没有用啊。你看 Pixel 也是1200万也拍得很好，可是 Pixel 至少它拍出来的它投票是第1名嘛，对不对？其他厂商到4-5千万甚至到1亿的时候，那我们可能同温层里面说没有用啊，没有必要看画素啊，这个只是增加档案容量什么的。那现在苹果也升到4800万画素，但是实际应用上面呢，你看它这次的这个2倍裁切变焦，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实际的说，你就算不光看画素，只是看它说它能附加带来的这些便利性跟功能的话，其实难道规格真的没有它的意义在吗？我觉得还是有它的意义在，而且如果消费者都不去要求，我们都觉得说没有进步都没有关系每一代这个价钱都3-4万块、4-5万块，然后你规格不用是什么不用大进步，我们都觉得很棒很 OK。然后如果今天整个市场上一面都是这样子的话，那或许没有话讲，你还可以讲说这个科技到了这个瓶颈没有办法，大家都没有进步。可是明明在另外一个阵营就可以看到，大家就是有竞争的情况下，就是一直在进步。那苹果当然整个生态链都是自己绑在自己的这个旗下也没有人可以做 iOS 的手机，所以竞争对他们而言，除了对 Android 的竞争之外，他们自己内部的竞争手机要怎么去进步，这部分竞争是没有的。又加上，其实你要说这个是信仰吗？还是说习惯？就是说，其实这个品牌，但也是经营得很成功苹果但吸引很多人，就是很始终，就是一直会去买他们的东西。我觉得其实消费者对他们的支持，像苹果现在是可能市值最大的公司，那有那么多钱的时候，为什么说每一代进步的产品，难道我们去要求它每一代有，或是说隔2代有一个比较大的进步，难道是我觉得是很超过的要求吗？我觉得也不是吧。那理论上来讲，你从 Android 看来，他们很多，我们就讲三星来讲，他们很多部分不是自己可控的。你说处理器不是自己可控，他们连软体部分他们使用 Android 是 Google 也不是自己可控。那在这种不是自己可控的变数这么多的情况下，他们还是可以每一代一直去进步，然后到现在这一次有一个我自己感觉啦，会有蛮大的进步。那当然这个也有处理器的关系，也有这个相机规格的关系，可是整合起来会感觉起来会是蛮大的一个进步。我觉得这个部分，觉得好像我们对苹果的要求就没有到这么的严苛嘛，或者说看到别人有这样的进步而以同样的水准去要求苹果，好像就变得很超过至少说可能在这个同温层的反应会变成这样子。我觉得这点是比较可惜啦，因为其实如果有经历过，就是说 iPhone 的早期初期，或者苹果的早期初期，你可能知道说，其实当年的 iPhone 并不是这样子，并不是说会停滞这么多年，然后不会去追求进步，或者说整个苹果公司，苹果对产品线的定位，在业界他们什么地方可以领先别人的这一点的话，我觉得他们其实有些地方也是蛮在意的。那这个部分到现在，当然企业的文化或者说他们着重的点也有点不太一样。那单以钱来看，市值来看，苹果是不是成功的公司？当然也还是。那还是很多层面，苹果的产品还是非常棒，像是他们的电脑、他们处理器，那还有整个生态链的整合，当然也是非常棒。可是难道不能在说他们最主要、最旗舰、最多注意力的产品 iPhone 上面，能有比较大的进步吗？能有让我们看到说，对啊，因为这样讲起来好像已经有一点，就是说我好像已经不期待说它超前别人几年，而是说至少持平，你知道吗？好像连这个希望他们至少持平都是一个很奢侈，好像很不应该的
要求提出来，还会被其他果粉骂说啊你怎么这样子，怎么讲这个，怎么可以黑苹果？那这个我觉得比较可惜啊，因为如果说大家一致都有这个想法的话，就像在 Mac 上面，前几年苹果推出那一系列的 Intel Mac 非常多问题，不管是它的机身设计散热不好，然后蝴蝶式键盘什么，那这个说真的也是被大家强力的骂。那当初那一阵子也是有很多 YouTuber KOL 或创作者一起就是开始不用 Mac。因为他们的体验太糟糕，发热，然后散热，然后这个部分我觉得大家一起有这样的共识之后，其实就迫使那苹果后来就改变他们的设计嘛，然后蝴蝶式键盘也拿掉，然后把整个散热设计也改好，并不是不能做，只是说如果市场的反应一直是说你再怎么不进步，你再怎么做出可能稍微有瑕疵的产品，我们都一昧的都 OK， 都很棒，都你还是最棒的哦，没有任何错的话，那这样他们有什么理由？说真的。你是苹果，你可能也不会觉得，我有必要去改变什么，我有必要去进步什么。我们自己放到他们的角度去看，我们可能也会做一模一样的事情，对不对？这一点部分是比较可惜的一点啦。那其实苹果用户很多，然后应该说可能我的频道的内容也会吸引到非常多苹果的用户。那我自己其实有人会说，你为什么？很多地方在 iPhone 的地方黑苹果，或者说他们可能觉得我就是为了黑苹果，可是其实讲到苹果的产品，像是只要是 Mac， 就真的是使用体验，我在用它的体验，不管是我使用它的体验觉得非常顺畅、非常好，或者说它本身的表现跟市面上其他的产品比起来是走在前面的，这些我完全都是超级推荐。那不只是我在频道里面超推人家买 M1 的任何机种 ，M2 的任何机种，那对我身边的人要换电脑，不管他本来是不是用苹果，我都是超级推荐苹果的电脑。那只是相对而言比较诚实的时候，在手机的时候，我不会就是压倒性的，就是都只推苹果，或是说可能在其他耳机啊什么其他上面，因为如果你不是最好的，那我也会担心别人说，如果我跟你说是苹果的每个产品都是最好，那你买来使用体验并不是这样的时候，其实我也会不好意思哦。不管是对观众或者对身边的朋友、身边的人，也会觉得说，这样好像这很贵嘛，手机一个4、5万块、3、4万块，最便宜也要3万块。那这样讲起来的话，其实还是会想要说，大家把钱买到一个比较值得让你可以用比较多年的这种产品上，那这点比较可惜。但苹果现在的专注力是不是说在 iPhone 上面稍微比较弱一点？那或许现在我们不管，也不只是我，相信其实也看到非常多的创作者，或者在美国那边的创作者，他们有讲到说，对 iPhone 每一年的进步，已经开始就是你可以看到说，他每一年更新 iPhone 的影片，已经有一点不知道讲什么，或者说已经没有那个热情在，所以或许因为这样，我们现在知道说，苹果今年可能在 iPhone 15他们的旗舰系列上面可能会有个大改，那这个只是谣言传闻哦，虽然说很多传闻都指向这一点，那我觉得也可能。多半不管是说销售量或者市场上的反应，真的对新的 iPhone 来讲没有什么惊喜，那这个可能也迫使苹果去做这样的进步。那所以就是我们要讲回来这个2亿画素，大家就不要再说，这个1亿画素、2亿画素到底有什么意义？那我跟你讲如果苹果今年或是明年，你苹果速度可能3年后换到2亿画素的话，那如果它要用这个2亿画素可以做2倍、3倍、4倍的裁切的话，你会不会又觉得很好用？那你是不是又打脸你自己几年前说2亿画素没有用，对不对？那其实别人这已经用了3、4年的东西，然后我们还在那边说，你看苹果现在可以做裁切，可以用一颗镜头，然后就做出片条，然后就跟别人炫耀。就是除了这些所谓相机小细节，你可以说你不在意相机。那我们来看处理器的部分，我刚刚讲到嘛，说这一次这个旗舰级处理器其实跟苹果的顶级处理器算是非常相当其实各有千秋。你看他们其实在这3支不同定位的手机，价格不一样的定位。那不管是最小的 S23、S23 Plus， 最旗舰的 S23 Ultra， 他们都是用这个一视同仁用这个最新型的最新世代的处理器。那这个我觉得。你今天如果他今年说三星今年说，我看到苹果他们在中阶机种可能14、Plus 用去年处理器，那这样我们跟进，或许也不会被别人骂，他们也可以这样做对不对？那他们今年没有，那当然我为其他说他们以后不会这样子，只是话不能讲太早，只是说至少他们今年他们可以做这样的选择，他们没有嘛，对不对？可能对很多人而言，他觉得说，我不用买到那么大只的手机我不用买到最好的镜头，可是我想要它的使用体验、它的处理器这些项的可以让我用比较多年，那他一样可以去买到这个最入门的机种，然后这有时候心里的感觉，他觉得说，我还是买到今年最新的机种，然后它处理器也是配最新的处理器，
这个是一种 emoji 的感觉啦。那我也不太了解说苹果有没有必要说为什么要在处理器上面做出差别。那有人会说，好像 A15 处理器这一次今年在14 Plus 上面的表现很好，可是我们都没有讲到说它其实是它里面散热设计的改变是不是有很大的帮助？那如果说明年它也把这个很好的散热的设计放到新的处理器上面，会不会这两者差距就更明显？它做这样的散热设计的差别只放在入门机种，是不是因为他知道如果同样的散热放到高阶机种，然后配上 A16的话，它的差距会拉更大？我不知道说是不是有这种想法，还是说他们就没有时间去改这样的设计？那可是不管怎么样讲话，也会说，为什么旗舰机种反而没有更好的散热？那在先前这个相机投票的那支影片，我有讲到，就是苹果现在其实他们相机体验整体使用的体验还是非常好。那在那个投票里面有一个我觉得苹果的强项没有去被比到，就是他们的摄影的部分、录影的部分。那现在看起来这一次 S23 Ultra 他们在录影部分也是有在加强。那这个当然我们到时候也要重点测试。那这我还先不敢讲，可是如果说录影部分也被追上的话，那因为他们现在配上这个更稳定、更好的处理器，让他们先前可能有一些被锁住的这些录影的功能、录影的效能可以被解放的话，那如果录影也被超前的话，那 iPhone 的相机下次的盲测可能就不只是照片被超前，可能录影也被超前。那可能剩下就是这个生态系的整合。那生态系的整合这个优势，如果对没有就像我刚刚讲的没有全部都使用苹果产品的人，或许也不是一个很大的吸引点。希望啦，看到更多竞争，越来越多的竞争也是会造成。不管哪个阵营，可能苹果阵营或者 Android 阵营的产品越来越好，那其实对我们消费者也都是比较好的事。OK， 好，那今天的 Podcast 就先聊到这边。大家有什么想法的话，也希望大家可以在下面留言分享一下。我觉得都很开放了，不管你是死忠国会想骂我也没关系，可是就是批评 OK， 对，可是就不要那种一来就骂脏话什么没有什么，你想要反向就是反驳我的讨论都没有问题，只要大家心平气和不要好像一来就骂我或骂谁或骂其他观众什么的话，我觉得大家这样都很欢迎。OK， 好，那大家就这样留言然后下次 Podcast 希望快点可以再录，然后下次见，拜。